福生无量天尊，道有慈悲。今天我们要继续深入探讨《道德经》的第31章，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一念随喜，功德无量。在我们进入第31章的探讨之前，先请大家回忆一下此前几章中老子是如何一步步铺陈以柔克刚无为而致守静不争的思想基础。到了本章，他终于将目光投向战争这个最具毁灭性的社会行为，从兵器出发，全面揭示了战争对于人性、道义、社会秩序乃至王者品格的侵蚀。这不是一章战术论，也不是战争史，而是一段古代哲人面对暴力权力时所给出的道德判词。本章开篇即落子在兵器，原文言道：夫为兵者，不祥之器，物或物之，故有道者不除。兵器在老子眼中并非中性的技术工具，而是一种不祥之物。它的存在不仅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更是道义缺失的产物。正因如此，那些真正明白道义之人不愿亲近他，更不愿依赖他。这里有必要指出，道家的部署并非绝对的废兵主义，而是立基于不得已而用之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原文接着明确指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即便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境中，一位具有道德修养的统治者也应以平静克制为最高行为准则，不为胜利而喜，不因征服而狂。这一段对于现代人而言，其意义甚至比古代更为迫切。在信息高速传播、战争形态极端化的当下，我们看到太多国家以反恐之名行殖民之实，以正义之名对他国发动非正义战争。战斗机在电视屏幕上被剪辑得如游戏画面一般炫目，导弹打击被描绘得精准干净，战争被包装成高科技的演示场。但老子提醒我们，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那种将战场视为荣耀舞台的人，实则是在乐于杀人，而这样的人是永远无法真正赢得天下之心的。请大家思考一个深具象征意味的历史案例：秦国。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之中，秦以法家治国，以武力吞并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在军事上，他确实获得了胜利，但正如楚人所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项羽、刘邦等人带领残存势力，迅速瓦解了秦的统治。秦之速亡，绝非偶然。他虽然以兵力得天下，但失去了人心，毁灭性地破坏了社会信任、伦理结构与地方治理之道。这正是老子想要告诫统治者的深意：战争是可以夺取疆土的工具，却无法建立持久的秩序。真正的统治不是建立在对死亡的威胁上，而是建立在对生命的尊重上。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本章是在揭示军事权力的内在悖论。一方面，兵器看似提供了统治者维持秩序的手段，但另一方面，它也迅速腐蚀了统治者的道德基础，使其偏离无为与手中的治道。而一旦一个政体以武力作为常态治理的依托，它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暴政。暴政之下，人民如鱼入沸水，终将反扑。我们不妨再看更近代的例证。近年来，某国以反恐之名，在他国境内大量使用空袭和地面武装力量，对平民区、医院、学校进行轰炸，造成无数妇女和儿童的死亡。他们在本土媒体上将行动描述为打击极端主义的英勇之举，但事实上，这些行为早已背离了基本的人道伦理。就像老子指出的：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他们或许能在舆论上制造出一时的胜利假象，但这种用鲜血换来的成功，只能招致更深的仇恨与对抗。
更讽刺的是，在战争机器的推动下，武器的开发与军费的增长早已成为某些国家的经济驱动力。当国家安全逻辑转化为战争驱动的资本逻辑，道义已彻底沦丧。老子对于兵器的否定，并不只是一种情感性的道德反感，而是对这一结构性危险的深刻预警。接着，老子用礼仪上的左右方位，进一步说明战争的凶性与对待之法。他说：“吉事上左，凶事上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这里的上左与上右是古代礼仪中的象征。在正常的吉庆仪式中，左方是尊贵的位置，而在丧礼、惩戒、战争等场景中，右方才是主位。换言之，战争本身就是一种丧礼级别的悲剧，而不是可以张扬庆贺的盛事。当然，老子在本章中并没有否认所有战争都纯属嗜杀或贪婪。比如卫国战争，一个国家若面临外敌入侵，生灵涂炭，文明毁弃，那么起而自卫是不得已的选择，是为了护持家园、守护亲人、维系基本人道秩序的必要行为。但即使如此，也不应欢呼，更不应自豪。这类战争的正义性来自其被迫，而非主动。正因如此，战后的姿态尤为关键。如果一个国家打赢了卫国战争，却在胜利中迷失，将人民质朴的爱国情怀变质为极端民族主义，它终将重蹈加害者的覆辙。但比起卫国战争更可怕的是内战，是同族之间的残杀，是同室操戈的惨剧。内战撕裂的不只是土地上的秩序，更是人心之间最基本的信任结构。兄弟反目，父子为敌，族群分裂，每一场内战都在国家机体上留下难以愈合的裂痕。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反复印证，一个国家可以承受100年外辱，但经不起10年内乱。因为内战所动摇的是国家的根，是民众的信念，是长远安定所依赖的心理基础。老子反复强调以丧礼处战胜，不仅是为了对敌人表示敬重，更是为了自我警醒，别让战争成为习惯，别让分裂成为文化。如果连同胞都能视为敌人，那么这个国家即使短暂统一，也必然在内部的伤痕中沉沦。本章的收束之语最为动人，他说：“杀人之众，以哀悲弃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这8字极具分量。真正的智者不会因为战胜而欢欣鼓舞，反而要以哀悼的方式去面对每一次战后景象，因为战争的每一次胜利都是以生命的消亡为代价。真正的胜利者不是庆祝自己击败了敌人，而是深刻意识到，又有多少人不得不以死谢幕，又有多少家庭被撕裂，又有多少社会秩序被颠覆。请设想这样一个画面，在一场战役后，军队凯旋归来，君王不设宴庆功，不宣读战功榜，而是身着素服，率群臣为战死将士，被殃及的百姓举行丧礼。这种姿态不是软弱，而是最深层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对道的敬畏，对整个天地循环之理的敬畏。老子希望我们看到的不是怎样在战争中获得成功，而是如何在不得不面对战争时依旧不丧失为人的底线。在今日社会中，虽然多数国家并不处于全面战争状态，但暴力的逻辑却渗透在各种层级之中。从社交网络上的恶意攻击，到职场里的权力打压，从治安维稳中的过度执法，到政策制定中的冷漠算法式管理，这些都与老子所言的不祥之气有着内在相通之处。他们在损耗人心，瓦解信任，制造恐惧。因此这一章并非只在讲战争，而是在讲任何形式的以暴制人、以力服人的体制与逻辑。当我们面对他人选择屈服、选择苛责、选择冷硬的时候，
是否还能守住一种恬淡、一种哀怜、一种敬重？这是老子的真正叩问。我们可以说，第31章不仅是对战争本身的否定，更是对整个暴力文明的批判。它将我们从血与火的胜负逻辑中抽离出来，重新回到一种以生命为本的世界观中。而这种世界观，也正是当下世界愈加迫切需要的一种新思路、新感性。那么，当老子说完了战争之后，他又会说些什么？在下一章中，他将谈论治理天下的尺度，那是一种无恒常的法度，是介于不变与变之间的治理之术，也是一种顺应而不固执的智慧。敬请继续关注，我们将在下一讲中深入探讨老子如何看待秩序、法治与道的调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关注频道，我们下期再见。